朋友們好，今天我們聊一聊歷史上最凶險的一場飯局——青梅煮酒論英雄。公元196年，东漢即將倒台，天下大亂，各方群雄都虎視眈眈，想成為天下之主。曹操控制了汉献帝，成為北方實力最強的霸主，手裡握着最高权力。而这時候的劉備，卻剛被呂布偷了老窩，打得一無所有，淪為無兵無地的光桿司令，只能被迫寄人籬下，投靠曹操。曹操對劉備既欣賞又忌憚，他認為劉備是個人才，想收為己用，卻又擔心他是個隨時可能翻盤的野心家。曹操對劉備表面上確實不錯，他把劉備留在許都，還安排他住在自己家旁邊。出門的時候讓他同車，又上表推薦他擔任左將軍。旁人看了都覺得劉備終於找到了靠山。可劉備心裡一點都不踏實，因為他明白，生性多疑的曹操看似是優待，實則在考察和監視他。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曹操的眼皮底下，說錯一句話就可能惹出大禍。然而，真正讓劉備睡不踏實的，是他的心裡藏着一個要命的秘密。一天深夜，國舅董承悄悄來到劉備府上。漢獻帝不甘心一直受曹操控制，於是把秘密詔書藏在衣袋裡，托董承聯絡忠於漢室的人，希望大家想辦法聯手除掉曹操。董承冒着生命危險，半夜3更前來找劉備。劉備把衣帶詔展開一看，悲憤萬分。他看到上面已經有幾位文武大臣簽了名，想到自己也是漢室宗親，便也在上面寫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董承走後，劉備就後悔了，他幾乎一夜沒睡。曹操的勢力太大了，董承召集這些人簽名，人多口雜，萬一走漏了風聲，那可怎麼得了？劉備越想越害怕，尤其是衣帶詔上簽名的這些人，除了西涼太守馬騰，還有一些實力，但他離得那麼遠，剩下這幾位，包括自己在內，幾乎一兵一卒都沒有。這些人哪裡對付得了曹操？劉備越想越怕，擔心衣帶詔的事情一旦被曹操知道，他們兄弟幾個恐怕就要死無葬身之地。從那一夜開始，他心裡只有一個念頭：得走。可他住得離曹操太近，出入都有人看着，想從曹操眼皮底下脫身，就像籠子裡的鳥想飛出去，哪有那麼容易？想來想去，劉備想出了一招韜光養晦。什麼叫韜光養晦？就是把所有的鋒芒全部收斂起来，向多疑的曹操傳遞一個信號：我沒有野心，沒有威脅，只想安穩過日子。於是，這位馳騁沙場10幾年的劉備，在住處後方開闢了一座小菜園，天天彎腰翻土，提水澆菜。平時他也很少出門，兵書不看啦，天下大事不談啦，把自己活成了一位老實普通的菜農。這一下可把關羽和張飛急壞了。有一天，張飛終於忍不住問劉備：“大哥，當年咱們桃園結義，說的是要匡扶漢室，幹一番大事業。如今天下大亂，您不理也不問，怎麼天天在這裡種菜啊？”劉備沒有把話說透，只淡淡的說：“哎，二位賢弟不必多問，我種菜不過是為了打發時間，你們該練武就去練武，不用管我。”從此，關羽和張飛
天天苦練武藝，劉備卻專心致志，整天只管種他的小菜地，每天澆水除草。別說，這菜地裡的黃瓜、辣椒之類，倒也很爭氣，還真的長得挺興旺。有一天，劉備正在後園澆菜，忽然他聽見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抬頭一看，只見曹操手下的大將帶着人走了過來。來人拱手施禮說：“奉丞相之命，請劉將軍馬上過府。”劉備心裡一愣，這麼急，難道是衣帶胄的事情敗露了？偏偏這個時候，關羽和張飛都不在身邊，兩人出城練武去了。劉備只能孤身一人，硬着頭皮跟着走。到了曹操府上，門前站着不少強壯的武士，而曹操正在院子裡等他。曹操一看見劉備，就說：“聽說你最近在家裡忙得很啊。”這句話差點把劉備的魂都嚇掉了。要換作一般人，恐怕腿一軟，當場就坐到地上。劉備心想，這回算是完了。他趕忙一拱手，剛說了一聲“丞相”，話還沒說完，曹操卻一把拉住他的手，往後園走去，根本不容他多說。劉備問：“不知丞相喚我前來，有什麼事情？”曹操回過頭，指着園子笑着說：“聽說你最近在家種菜啊？”劉備懸着的心這才稍微放下來一些，消遣而已。不知丞相今日有何吩咐？曹操指着園中的幾棵梅樹說：“你來看，去年我帶兵出征，走到半路，隨軍帶的水快喝完了，士兵們一個個渴得受不了，這樣下去仗還怎麼打？當時我非常着急，便用馬鞭遙指遠方，告訴大家前面有一片梅林，梅子都已經熟了，而且特別酸。大家一聽，頓時滿口生津。沒想到靠着這一招望梅止渴，最後還打了一場大勝仗。”曹操又說：“今年又到了青梅成熟的時候，我想起這段往事，就想請你過府喝上幾杯。”說着，曹操把劉備帶到後園的小亭子裡，桌上擺着2盤青梅，中間放着一壺剛溫好的酒，梅子清新，酒香也慢慢飄散出來。曹操請劉備入座，親手給他倒滿了一杯酒。两人在亭中開懷暢飲，酒至半酣，忽然一陣涼風吹過，天上陰雲密布，看來就要下雨了。這一下，曹操的酒興更濃了。咱們在這裡喝着酒，看着雨，那該多麼痛快！風從園中穿過，樹葉沙沙作響。這時，忽然有人喊了一聲：“丞相，您看，龍卦。”所謂龍卦，就是古人對龍捲風一類天象的稱呼。劉備抬頭望去，只見遠處的雲層下面垂下一道旋轉的風柱，直通天地之間，氣勢驚人。曹操本來就酒興正濃，此刻看到這番景象，忽然來了興致。他拉着劉備憑欄遠望，指着天邊的雲說：“龍這種東西，能大能小，能生能隱。大的時候可以星雲吐霧，小的時候可以藏在雲水之間，乘着時機而變化，就像人得志之後可以縱橫四海。龍這種東西，正可以比作當世的英雄啊！”話說到這裡，曹操把目光轉回劉備身上，他問：“你走南闖北這麼多年，你說天下誰算得上英雄？”
劉備心裡一緊，這個問題答得太明白就危險了。於是他趕緊說：“丞相說笑了，我現在不過是在家種菜，打發日子，哪裡還敢談什麼天下英雄？若不是丞相照顧，我連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沒有。”曹操搖了搖頭：“你太過謙虛了，說幾個名字也無妨。”劉備想了想，說：“袁術，他有兵有粮，又自稱皇帝，声勢不小。”曹操聽了，摆摆手：“袁術不過是墳墓裡的枯骨，看着還有一些声勢，其實早晚要完。”劉備又說：“那麼袁紹呢？”袁紹可不是一般人物，他出身名门，占據河北，兵强馬壯，是当时曹操面前最強大的对手。可曹操仍然摇头，他說：“袁紹這個人，外表看起來很強，膽子卻小，想做大事又捨不得冒險，看見一點小利，反而容易亂了分寸。這樣的人怎麼算得上英雄？”劉備端着酒杯想了想，又說出了劉表、孫策等人的名字。曹操仍然不以為意。那些天下人眼中的豪強，在曹操眼裡全都是碌碌之輩。最後，劉備問：“那麼丞相覺得誰才算真正的英雄？”曹操放下酒杯，慢慢說道：“真正的英雄要胸懷大志，富有良謀，能看清天下大事，也敢改變天下大事。”說完，曹操微微一笑，他伸手先指向劉備，又指了指自己，說：“如今這天下的英雄，只有你和我。”這句話可把劉備嚇壞了。這些日子，他低調種菜，裝作無心天下，最怕的就是曹操識破自己。曹操說：“天下英雄，只有你和我。”這句話就像一把刀，已經架到了劉備的脖子上。就在這時，天上突然響起一聲霹靂，劉備手一抖，筷子和湯匙全都掉到了地上。他唯唯諾諾地說：“想不到，這雷聲竟然如此之大。”曹操忍不住哈哈大笑：“怎麼，堂堂7尺男兒，連打個雷都能嚇成這樣？”劉備回答：“聖人說，遇到突如其來的暴雷大風，人都要心生敬畏，何況是我這樣的凡夫俗子呢？”曹操聽了，沒有再追問。在他看來，劉備剛才提到的那些人，一個都算不上真正的英雄。他甚至覺得，這個連打雷都怕的劉備，謀略不過如此，還遠遠不到能和自己爭鋒的地步。可這也恰恰是劉備想讓曹操看到的樣子。這時，員外忽然傳來一陣喧鬧，曹操抬頭一看，關羽和張飛闖了進來。原來兩人從城外練武回來，聽說劉備被曹操請走，心中大驚。两人一路推開守衛，直奔後花園。曹操看見他們已經明白了幾分，便笑着問：“你們怕我在這裡擺鴻門宴嗎？”關羽反應很快，上前行禮，說：“聽說丞相與大哥飲酒，我們特意前來助興。”曹操大笑，哈哈哈，讓人給關羽和張飛備酒。一場幾乎令人窒息的酒局，就這樣在笑聲中散了。可劉備心裡明白，以曹操多疑的性格，這場酒局雖然結束了，危險卻從未遠離。種菜只能保一時，唯有逃出去才有活路。
機會很快就來了。淮南的袁術兵敗之後，想帶着殘兵北上，投奔他同父異母的哥哥袁紹。袁紹本來就是曹操最大的对手之一，如果袁术再带着人馬投奔過去，两邊一旦聯手，麻煩就大了。所以曹操正想派人在半路把袁術攔下來。劉備聽到消息，立刻主動請命，表示願意帶兵前去截擊袁術，替曹操分憂。這個機會實在太合適了。此時的曹操早已放鬆了警惕，以為劉備已被自己徹底折服，所以他同意了。當然，曹操也派了人和劉備同行，名義上是協助，實際上也是監視。可劉備已經顧不上這些，他知道只要能離開許都，就是一條活路。劉備這一走，就再也沒有回頭。多年之後，他將入主益州，建立蜀漢，成為三分天下的一方之主。可這一切都是從那段低頭種菜的日子裡一點一點熬出來的。這種低頭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種智慧。藏鋒是為了避開眼前的刀，養晦是為了等待雲開的那一刻。真正的英雄不一定一開始就站在高處，他也可能在最艱難的時候選擇低頭、沉默、忍耐，先把眼前這一關撐過去，直到風雲再起，迎來真正屬於自己的天地。對於這場青梅煮酒論英雄，你有什麼樣的看法？如果是你身處在劉備當時的處境，你會選擇繼續隱忍，還是冒險一搏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。我們下期故事再見。